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今天的影片比较认真。你如果想听音效还是看很多特殊，那可能这个不是你要看的影片。还是我先放几个音效。还有，我们已经快5月，2021年，然后我们这个世界还没解决完，这个疫情。法国已经在过第3次的封城。法国人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自由，出门去看朋友，去陪家人，餐厅、咖啡厅、酒吧，大部分这些东西都关了。而且呢，疫情好一点以后，他们也不一定会开，因为已经倒闭了。就是这些地方的老板已经没有钱可以继续这么多月没有开，但是还是要付房租，所以大部分这些东西也会倒闭。现在法国在过一个很大的危机，法国的学生已经超过1年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上课。有一段时间，大部分在家里用视讯跟老师上课。很多学生也没有办法考试，学生的教育真的会有长期的问题，不只是1年而已哦。所以法国人现在都受不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，也已经没有希望，感觉到不管怎么样，没有好一点，越来越不好。所以现在法国人的心态都是这样子。那我呢？那我在台湾，我在过一个很棒的生活。常常旅行，跟朋友见面，每一天去餐厅吃饭。但是有一个我通常不讲到的事情，就是我也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内疚。我在今天的影片只是想提醒大家，你如果在2020年跟2021年的时候住在台湾，那你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有时候你会习惯你的状况，然后再也不会感受到你很幸运，还是你的状况很好，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。在台湾，大部分的人可以出门，可以旅行，可以去餐厅，可以去看球赛，可以去看演唱会。我之前有拍过一个影片，就是分享关于为什么法国没有办法跟台湾一样，为什么法国的状况有这么不好。过了几个月，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法国现在遇到的问题绝对不是法国人的错。我觉得法国的政府一定有一个责任的部分。刚开始的时候做了，我觉得很多很错的决定，但是呢，后来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，你可能再也没有办法控制。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就是有那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感冒。就算你做非常厉害的决定，但是可能已经太晚了 ，too late。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国家可能是这个状况。台湾很幸运、很厉害的部分，就是从一开始处理得非常好，所以疫情从一开始都是非常小的规模。所以现在台湾还是每一天、每几天有新的案例，尤其是从海外来台湾的案例。但是因为台湾现在继续那个很厉害的控制，所以我希望会继续这样小规模。我真的很想回法国看我的家人。我的外公95岁，自己一个人住，然后我的家人也不简单去看他，因为封城的关系。其实大家不应该去看其他的家人，就是大家要待在家里是这个规则。然后偶尔才可以出门。还好我的外公过得很好，然后他的想法也很正面，但是当然会觉得这个状况很可惜，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。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回法国看他，看我的家人。但是呢，以现在的状况，我觉得回法国也可能没办法，不是完全没办法，但是第一就是有点不方便，然后第二，法国、台湾会需要隔离。我觉得隔离那么多天有一点浪费时间，而且隔离本身也是一个风险。你看新闻有时候就算隔离完2个礼拜，但是可能第3个礼拜有人发现其实是感冒的，所以我也觉得我不应该让台湾过这个风险，尤其是我不是真的需要回法国。所以目前的状况，我决定我不要回法国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很快世界上的状况会好多，然后终于可以回去看家人，
其实我的家人有几个人也得了这个新冠肺炎。虽然他们的状况还是蛮好，也没有很严重，在家里过几天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可以想象我在台湾过好日子，然后看到我在法国的家人是这样子，会让我觉得很难过，也有一种内疚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我只是想分享我的心态，因为我每一个礼拜会打给家人聊天，问他们这几天怎么样，然后我有时候会就是讲完电话，真的会觉得很难过。所以这个影片只想提醒大家，你们如果现在住在台湾，你们的家人在台湾，那你们很幸运。然后我希望你们发现这件事情，还有更享受你们在台湾的时间。我也蛮幸运，就算我觉得有点内疚，但是我一定要抓这个时间、这个机会。旅行的很多，就是在台湾到处旅行，去享受台湾的时间。我才不会觉得我浪费了我在台湾的这个幸运。所以我这个夏天有很多新的计划，去探险更多地方，去做更多海上、海边的活动，这样我觉得才对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请你们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接下来会有比较正常的影片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